你想要做出 Brasper 中换掉物品上图片的功能吗？今天的影片我将带你一步步的将完整程式全部写出来，让你能够在你的 Roblox 游戏中添加这样子的功能。Hello， 大家好，我是克拉克。想要做 Roblox 游戏却苦于英文能力和无法理解程式语言吗？在这个频道里，我将每个礼拜上传1到2支 Roblox Studio 的中文教学影片。不管是程式理论、游戏与功能实作，在这里你都能得到解答。现在立刻帮这部影片按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你就再也不会错过影片的更新喽！快点分享这个频道给你同样热爱 Roblox 的朋友知道吧。在我们今天的游戏功能实作影片开始之前，要先说一些事前声明。这个系列的影片呢，可能会用到很多我 Roblox Studio 教学影片里还没有说明到的功能。我只会大概讲解这些功能是做什么用的，我将会把这些功能的详细解说留到未来的 Roblox Studio 教学系列影片中。再来要提到的是，我们都知道 Brasper 已经是一款非常多人游玩的游戏了，里面的功能都非常完整，每个人都只能修改自己家中的物件图片。但在这部影片中，我所示范的是任何人都可以为指定的墙修改图片的功能。如果要限制只有自己才能修改的话，就还得提到资料库的系统。资料库解释起来会非常复杂，你不会在这部影片里学到任何关于资料库的知识。在我们讲到资料库之前，你可以先将这部影片学起来，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不会再错过我以后的资料库影片讲解咯。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我们先开启 Roblox Studio， 再来呢，我们新增一个 Base Play。接下来我们按下键盘上的 Ctrl 加 S，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游戏的档案呢储存在我们的电脑之中。那我会根据这个游戏的名称加上今天的日期来做取名。那我们今天要实做的是编辑图片的功能，所以我就叫它 Edit Images， 加一个下底线。那今天的日期2021年0813。最后再加一个底线，打1，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版本。如果你的游戏会有好几个版本要存档的话，那我们就会在后面再加上一个版本号。接下来我们要在 Explorer 中的 Workspace 里面新增一个 Part， 你可以点选右手边的加号进行新增 Part， 当然也可以点选上方的横条，这边有一个 Part， 也同样可以进行新增。这个 Workspace 呢，讲白话点，就是在指当我们的角色进入游戏后看到的游戏世界。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按下 Play 按钮之后，我们让角色进去游戏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新增的2个 Part 出现在了游戏世界中。我们先对游戏世界进行一些调整，我们先将其中一个 Part 进行删除，按下 Delete。我们待会呢，总共会用到2个 Part。但是我们等一下全部添加完之后再进行复制就可以。我们接下来呢，点击我们已经新增在场面上的 Part。接下来呢，要讲到的是快捷键，你可以按键盘上面的 Ctrl 加1、2、3、4，这些对应的数字呢，都会有一个功能。那 Ctrl 1呢，就只是单纯的选取；Ctrl 2呢，就是你可以在这个世界里对它进行位置的微调。Ctrl 3呢，就是你可以将这一个 Part 进行放大和缩小。Ctrl 4呢，就是你可以对这个 Part 进行它位置的旋转。接下来我想要在这个 Part 之中新增一个 Surface GUI， 再来我们在 Surface GUI 里面添加一个 Image Label。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Part 上面目前没有任何图片，但是你只要稍微转一下位置，你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图片的样式呢，贴到了我们的 Part 里面。如果你想要对这张图片的位置进行修改的话，我们要到 Surface GUI 中找到 Face， 这就是你这个 Surface GUI 要面对 Part 的哪一个方向。那我想要把 Image Label 放在这个位置，那我就把 Surface GUI 的 Face 调整到 Back。这个你可以自行调整，当然你也可以用我刚刚讲到的 Ctrl 加4，你就可以对这个 Part 进行旋转。再来呢，我要放大这个 Surface GUI 里面的 Image Label， 那我们就到 Image Label 底下的属性有一个叫做 Size，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写着0、100、0、100，这个要讲起来的话会稍微有点复杂。那我就直接跟你说，如果你要把它放大到最大的话，我们就输入1逗点0逗点1逗点0，这样子它就会把图片放到最大了。接下来，如果你想要先修改这个 part 上面的 image 的图片的话，我们可以找到 image label 底下有一个叫做 image 的属性。那如果你已经上传了一些图片的话，那我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图片，是一个盾牌的图片，那我就复制它的 ID 右键 copy access ID。如果你没有上传自己的图片的话，你可以到 marketplace 里面点击 image。那这是其他人上传的图片，那我就随便点一个，对它按右键 copy access ID， 然后我们直接点选 image 这个属性，将它 Ctrl V 贴上，按下 Enter， 这样子它就会变成了上传到 Robot Studio 里面的图片。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个 part 里面新增一个 attachment。再来，我们在 attachment 里面新增一个 parameter。这个 parameter 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现在点击 play 按钮，进到游戏里，我们稍微靠近这个 part 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写着按下1 interact 的标示，这叫做临近提示。它会在我们的角色靠近到这个 part 一定程度的时候，出现一个提示，叫我们按下某一个按键，就可以对这个 part 进行某一些动作。那这个动作呢，必须在我们写程式的时候写出来。再来呢，我们复制这一个我们刚刚已经做好的 part， 我们点击这个 part 之后呢，我们可以按快捷键 Ctrl 加 D， 它会直接再帮我们复制一个到 Workspace 中。你会发现它重叠在一起，你只要稍微把它移开来，你就可以看到它成功复制了一个我们刚刚做好的 part 出来，而里面的东西呢也一起复制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在游戏之中新增 GUI， 我们来到 Start GUI， 添加一个 Screen GUI， 在 Screen GUI 之中添加一个 Local Script。再来呢，我们还要再有一个 Frame。接下来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Frame 的位置，我希望这个 Frame 呢在我的左手边，然后我们将它稍微放大一点。接下来要调整一下它的背景颜色，那我们来到 Frame 的找到 Background Color 3这个属性，我就随便挑一个颜色。再来呢，我要在 Frame 里面新增一下东西，我总共会用到3个 Test Label， 所以我们先新增3个 Test Label。再来呢，我会用到一个 Image Label。接下来我还会用到2个 Test Button， 新增2个 Test Button。我们还需要一个 Test Bus， 这个 Test Bus 呢是用来在游戏中输入某一些东西的。最后我需要新增一个 Scrolling Frame， 这个 Scrolling Frame 我们先添加。你可以看到这个 Scrolling Frame 就是能让我们在游戏之中使用滑鼠滚轮上下拖拉的视窗。接下来我稍微调整一下这些 GUI 的位置。那我们先来调整 Test Bus，Test Bus 放到中间，然后再来是第一个 Test Button， 将这个 Test Button 呢放在这个 Test Bus 的右手边。再来第二个 Button 呢是用来关闭这个视窗的，所以我将它移动到右上角。再来呢，我们移动一下这个 Image Label， 我将它移动到中间上面的位置。OK， 那我们再来调整一下这些 Test Label。我其中一个 Test Label 呢要放在 Scrolling Frame 的上面，稍微调整一下。第二个 Image Label 要放在 Test Bus 上面。最后一个 Test Label 呢，我们把它放到 Image Label 上面。我们先调整这一些位置。再来呢，我们修改一下 GUI 的配色。我们先看到第一个 Test Label， 我不要让它有背景颜色，那我们就找到 Background Transparency， 将它调整至1，那它就没有背景颜色了。再来呢，我希望它的字可以稍微放大一点，
我想要偷懒一点，所以我就直接找到 test scale 的，将它打勾，它是一个布林，只将它打勾，它就会放大了。那其他 test label 也是同样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一次选取这2个 test label， 我们直接一次将它的 transparency 调整至1，再来我们将 test scale 的打勾，这样子这3个 test label 就有同样的属性效果了。再来是最上面的 test label， 我里面输入文字，你可以点这个 test label 2下，可以输入文字。我们输入目前图片，第2个 test label 输入 ID， 第3个 test label 我们输入预设图库。接下来呢，我们来调整一下这2个 test button。我们现在看到右上角的 test button， 这个 test button 呢是我希望用来做这个 GUI 关闭的按钮。那我希望它的背景颜色呢是明显的红色，那我就把它调整至红色。在里面的文字，因为我希望它是可以关闭视窗的，所以我就打一个 X。再来呢，同样偷懒，我们将 test scale 的打勾。接下来我们调整第2个 test button， 这个 test button 呢是当我在里面输入 ID 之后，按下这个 test button， 它就可以帮我在 Robust 资料库里面找到这张图片，并帮我把这张图片给更换到我的 part 上面。所以我这边输入 O 就是打圈的意思。再来呢，我们修改一下它的配色，那我这边就会用绿色的。同样 test scale 的打勾。最后，我们修改一下 scrolling frame 的一些设置。我们来到 scrolling frame， 我想要修改一下它后面的背景颜色。同样找到 background color 3，就输入一个比较不同的蓝色。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在 scrolling frame 里面新增一个 UI Grid Layout。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可以将放在这个 scrolling frame 里面的东西集合起来，并把它一个一个排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 scrolling frame 先新增好几个 image button， 我们先来新增4个 image button。同样的，你可以点击这个 image button 之后，我们按 Ctrl 加 D， 它就会帮我们复制了。我现在总共要4个，你可以看到这4个 image button 呢，目前都是堆叠在一起的。我们在 scrolling frame 里面只要添加了 UI Grid Layout， 它就会帮我们把它分开了。那它集中在左边有点丑。所以我们来到 UI Grid Layout， 找到属性，这属性叫做 Horizontal Alignment， 调整到 Center， 它就会帮我们移动到中间咯。接下来我要调整一下我们刚刚在这个 Screen GUI 里面添加的这所有 GUI 的名称。如果还不了解我们的名称是怎么命名规则的话，欢迎你去看我的 Robust Studio EP1 的 Properties 教学。我在里面有稍微讲到我是怎么来对这个 GUI 进行命名的。那我今天这个 GUI 的功能是将 part 上面的图片进行修改，所以我就会将以下东西修改为这些名称。我会将 Screen GUI 改成 EDIT Edit INAGE Image Screen， 将 Local Script 修改为 EDIT Images Script， Frame 就不做修改。我们修改一下 Scrolling Frame， 我将它修改为 Default 预设的 INAGES 预设的图片们。接下来呢，我们修改一下 Text Box 跟 Text Button。Text Box 呢，我会叫它 Enter ID Box。输入 ID 用的 Text Box， 我会将右上角的 Text Button 呢修改为 Close BTN， 关闭 GUI 用的 Button。我会将右边绿色的这个 Text Button 呢修改为 Enter 输入的 Button。我们接下来只要再修改 Image Label。我要将它，因为它是目前图片，所以我将它的名称改为 current 目前当前 image。OK， 那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取名规则。那其他的3个 text label 这一种我们根本就不会去
再改变到的 tester label 或 object 呢，我都不会再帮他们进行命名了。接下来我们打开 default images， 我们现在里面有4个 image button， 我们修改一下上面的图片。你同样可以到 Toolbox 的 Marketplace 里面的 image 找到其他人已经上传的图片。那我这边就随便选取4个，同样 copy access ID， 然后我们把它找到 image 的属性，然后贴上，对，它就直接进行修改了。那其他3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将这4个 image button 呢上面的图片都进行修改。我们这一部影片总共会用到2个 script， 第一个是放在我们 GUI 里面的 edit images script， 这个是 local script。第二个是在 Explorer 中 server script service 中我们要添加一个 script。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叫做 local script， 还有一个叫做 script， 再来还有一个叫做 module script。我们总共有3种脚本类型。那这3种之间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就得牵扯到客户端跟伺服器端的内容了。那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呢再出一支影片讲解。那我先将 server script service 里面的 script 修改一下它的名称，我会叫它 edit images server script。这部影片呢，我们接下来会用到 Proximity Parameter 这一个 service。不过呢，这部影片我们不会去特别的细项讲解这个 service 是做什么用的，我只会稍微提到我们可以拿这个东西来做什么。我会将这一个 API 网站的连结呢放到下方的注释栏跟置顶留言里。如果你想要修改这个临近提示上面写的 interact 上面的文字的话，我们来到 Workspace 中，我们刚刚新增的 Proximity Parameter 里面有一个 Action Text， 我们把它改成修改图片。当然，另外一个 part 也是同样的道理，把它改成修改图片。我们这样子进去游戏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靠近它的时候，它的临近提示就从 Interact 变成了修改图片哦。接下来我们要写程式，在 Server Script 里面，我们先把程式清空。接下来呢，我要定义一个 service， 叫做，这是注解，你可以不用打没关系，但是我推荐你打。然后我们要定义一个叫做 PPS 的 service， 我们要从 GET 里面取得 GET service。Proximity Parameter service 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我通常都简称它 PPS 啦。比较严谨的人不会这么做。接下来呢，我们要定义一个function，这个function呢，我叫它 local function on parameter， 就是当我们的 proximity parameter 被触发的时候，被触发我就叫它 triggered。这个你可以同样在 API 里面的教学里面找到，然后它会输入，它会传进来一个 object， 也就是 proximity parameter 加上谁触发了这一个 object。接下来我要做一个事件 event PPS 它有一个事件叫做 parameter triggered， 然后 connect， 后面呢我们就加 on parameter triggered， 这样子当我的 proximity parameter 任何一个 proximity parameter 触发的时候，它都会在这一个 server script 里面进行处理。我们可以在这个程式里面用 print 来做测试。我们在 onParameter triggered 这个 function 里面 print object 出来，还有 print player 出来。我们现在进入游戏看看，我们要看到右下角的 output 视窗。当我们的角色人物呢，在游戏里面对这个 part 按下1的时候，就是要触发这个 proximity parameter 的时候，按下1，你可以看到右下角的 output 视窗就出现了我刚刚要求它 print 出来的这个 object， 加上 print 谁触发了这一个 object。我们接下来呢要在程式中取得一个 service 叫做 replicated storage， 就会简称它为 RS， 我们之后都简称它为 RS 啦。那我们要 get service 要取得服务，那我们这边就打 replicated storage，
复制储存。那这个 RS 是做什么用的？我之后也会再出一支影片讲解，因为这个东西比较牵扯到客户端跟伺服器端。还记得我们的游戏功能是什么吗？我们要依靠这个 GUI 来改变 PAR 上面的 Image Label 上面的图片。那我们就要在程式中先行取得我们指定的 Image Label。要怎么取得呢？那你要先记得一点，就是当我们玩家触发了这个事件的时候，它会传回这个 OBJ。这个 OBJ 是什么？这个 OBJ 就是我们右手边 Explorer 中我们放进去的 Parameter Parameter。这个 Parameter Parameter 要怎么取得 Image Label？ 如果你有看到我上一支 Robot Studio 的 Properties 教学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要先找到共同的联络人，就是共同的父母。所以我们要这么做，我们要先定义一个 Current Image Label， 就是当前指定的 Image Label。要怎么取得呢？我们要先从 OBJ 的 Parent。OBJ 的 Parent 是什么呢？还记得 OBJ 就是 Parameter Parameter 的 Parent， 就是它的上一层 Attachment。可是找到 Attachment 还不够，我们要找到的是 Par， 所以我们要再的 Parent， 我们要再找到一次 Parent。那 Attachment 的上一层的 Parent 就是 Par， 那我们就可以从 Par 里面找到 Surface GUI， 所以我们在的 Surface GUI。找到 Surface GUI 之后，我们就可以找到 Image Label。我们可以做测试，同样的，我们 print 这个 current image label 变数出来。我们进到游戏中之后，我们去对那个墙壁触发这个事件看看，我们的 output 视窗会显示什么？我们按下1，你可以看到，我们每次按下1的时候，它就帮我们 print 了 image label 出来，这样子就代表我们已经成功取得了对应的 image label。成功取得 image label 之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这个就有点牵扯到伺服器端跟客户端了，我这边就不做太多的解释。那你只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先在 RS 这里 Explorer 中的 RS 中新增一个 Remote Event。这个 Remote Event 呢，会成为伺服器跟客户端的桥梁。你要这么想。那我们就先将这个 Remote Event 修改一个名字，我要叫它 Open Edit Images Remote。这个取名规则呢，就是当我的伺服器确认有玩家触发了这个事件之后，我要请玩家打开这一个 GUI 出来。只有在 Explorer 中新增这个 Remote Event 是还不够的，我们要在程式中把它定义出来。这个就会用到我们刚刚已经定义好的 RS 这个 Service。那我们在function底下呢，我们新增 Local， 我们新增一个变数叫做 Open Edit Images Remote， 这个就对应了我们刚刚新增的 Remote Event。那我们就打 RS 冒号 Wait for Child， 等待他的小孩被找到。Open，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 RS 里面的名称，这里面要打它里面的名称。这样子我们就成功在程式里面取得了 Explorer 中 RS 里面的 Remote Event。成功取得之后，我们要告诉客户端，你应该要把 GUI 打开咯。所以我们在这边打 Open Edit Image Remote， 然后冒号 File， 就是传送给客户端 Client。要传送给谁呢？输入 Player， 然后将我们当前选择的 Par 也一起传进去给 Player。那这样子在 Server Script 里面就已经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看到 Local Script。那同样的，我们先把程式清空。那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伺服器呢会传送这个讯息给客户端，所以我们同样要在这边取得 Service。要取得什么 Service 呢？ RS 同样 get Service RS， 然后呢，我要在这边把 GUI 全部给定义出来。这个同样在我们的上一支 EP1 的 Properties 影片里面有稍微讲到了。第一个要定义的一定是我们的共同父母 Script 的 Parent， 也就是 Editor Image Script。到这边呢，你可以点击 Play 进去游戏看一下你的 Output 视窗有没有发生任何错误。如果你没有发生错误的话，就会跟我一样
这个是我的一些插件，所以你不用管。如果你有发生错误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发生错误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将这里的名称随便改掉 ，Slow Button， 在这个 GUI 里面应该是没有一个叫做 Slow Button 的 GUI。那我们进去游戏里面看一下，如果你的右下角出现了 Is not a valid member 的话，就代表你这里面的名字可能跟你在这个右手边 Explorer 中 Start GUI 里面的 GUI 名字可能是不相符的。所以如果你出现这个错误的话，你要仔细看一下你这边程式跟右手边 GUI 里面的名字是不是同样的。我接下来呢要做一个 catch 什么意思呢？算是快取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游戏中，在进去游戏的时候，我们现在总共有2个 part， 不过我们这一个视窗呢一次就只能控制其中一个 part， 我们不能一次2个同时变更。那我们在这个 local script 呢，我就会写一个 catch， 就是告诉这个 script 说，我们现在选取的是哪一个 image label， selected image label 是哪一个 part 的 image label。再来呢，我要做一个预设值。如果你希望这个视窗呢一开始是看不见的，你可以到 Explorer 中点击这个 frame， 然后找到 Properties 里面有一个叫做 Visible 的属性，你可以先把它关掉。关掉之后，我们在游戏里面，它一开始的时候就不会显示出来了。OK。不过如果你希望要在程式里面控制它，在一开始游戏大家进去的时候关闭的话，你可以在程式这样写。我会写一个叫做 default frame 的 visible 属性是 false， 这也是同样的功能，它就会关闭。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写 event。第一个 event 呢，就是当我的人物呢去触发这2个 part 其中一个 part 的时候呢，这个视窗可以打开来，所以我们就要这么写。还记得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有了这个 Open Edit Image Remote 吗？它已经 Fire Client 了。那只要 Server 里面有一个 Fire Client， 那我们的 Local Script 在我们的客户端呢，就一定要有一个 On Client Event。那要怎么做呢？就跟我们在 Server Script 的这一行写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直接来这边复制，放到这边贴上。接下来呢，我们要使用 Open Edit Image Remote 点，我们这边有一个事件叫做 On Client Event， 然后 Connect Function Enter， 它在这里面呢传给我们一个 Current Image Label， 所以我们这边也要收到一个 Current Image Label。这个我以后会再详细讲解，所以你只要先懂这些就好了。到这边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各位观众，你们是喜欢我先将所有的观念讲清楚之后再出这种实作影片呢，还是这种实作影片其实也可以帮助你很好的学习，不管有没有前面的知识都一样。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这对我以后发片的方向呢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好的，所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在预设情况下这个视窗是会关闭的。那只要我们收到来自伺服器端的讯息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 GUI 给打开来。那我们就打 frame 的 visible 等于 true，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游戏看看。OK， 一开始视窗呢是消失的，我们一直到我们触发一个事件，它就会帮我们把 GUI 打开来了。还记得 Selected Image Label 吗？我们刚刚已经定义了这一个变数，这个变数是用来储存我们玩家在游戏中触发的 part 里面的 Image Label。那这个 Image Label 呢，已经从我们 Server 传到客户端了，也就是这个 Current Image Label。所以我们要把 Selected Image Label 呢变成传过来的 Current Image Label。我接下来想要做的是，当我的玩家去触发任何一个 part 的时候，这个 GUI 上面的目前图片会变更为它触发的 part 上面的那张 Image Label 上面的图片。那我们就要在这个 OnClient Event 里面这样做。目前的 Current Image
这个 current image 呢，就是我们在 GUI 里面的 current image 里面的 image 呢，要等于目前 selected image label 或者是 current image label 都可以的 image。我们来看看，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图片已经变成了怒。如果我现在触发这一张的话，上面的图片就变成了笑脸。接下来我想要做这一个关闭 GUI 的 button 的事件，那我们输入 close button 的 mouse button 换到 net， 就是点击按钮的事件，然后将 frame 的 visible 等于 false。我们来看一下，开启视窗之后，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叉，那它就关掉了。接下来呢，我要做输入 ID 这个 test bus 里面的功能。那要怎么做呢？我们的功能是，当我按下这个圈圈的按钮的时候，我里面输入的 ID 呢，要成为上面的图片。Enter button 的 mouse button one down， 然后 connect 方选。接下来我们要建立一个变数，叫做 get enter ID， 就是取得玩家输入在 test bus 里面的文字数字。那我们就这边打 enter ID bus， 也就是这个 enter ID bus 里面的文字，也就是它的 test。接下来呢，当我按下这个圈圈的按钮的时候，这个 part 上面的 image label 跟我 GUI 上面的这个 image label 都要进行图片的修改。我们输入 selected image label 的 image 属性等于，我们来看这个 image 里面，这个 image 属性里面都会有一串这个 RB 叉什么什么的斜线斜线。我们后面呢要加我们取得的 ID， 另外一行也是一样，我们要取得目前图片这张图片 current image current current image 的 image 属性要等于同样这一行。我们来看看，我们这边呢就可以输入一个 ID。那我刚刚已经有复制了一个 ID， 要记得这个 ID 呢只能是在 Roblox 已经上传过的图片的 ID 才可以。就跟你平时在玩 Blastburst 是一样的。那我们按确定，那你就可以看到这张的目前图片跟上面的 part 上面的图片也已经被进行修改。另外一个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这么做。最后呢是我们的预设图库，我们现在总共有4张预设的按钮。可是当我们的按钮多起来，多到20-30张的时候，难不成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一个 script 里面写20-30个 mouse button one 的事件吗？不用哦，我们只要这么做。我们这边呢要写一个 for 回圈，这个 for 回圈的目的呢是将这个 default image 里面的所有 image button 创建一个事件。那我们就要这样打 number obj in pairs， 然后输入 default image， 我们这边有打一个 get distant DSCNDNT，NTS， 这个 get distant 的这一个方选呢，是将这个 default image 底下的所有 child 找出来，然后 do， 然后我们 if 判断是如果这个 object 是一个 image button 的话，就帮这个 object 帮这个 image button 做一个 mouse button one 到的事件function， 然后我们将它的 selected image 复制一下，要等于我们这一个 image button 里面的 image。下一个也是同样的道理 ，current image 要等于 object 这个 image button 的 image。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看到，当我按下预设图库的任何一个按钮的时候，它就会将对应的图片给
更新上去咯。那么这就是今天的 Brasper 换图片功能的实作影片咯。你对于这类实作功能的影片有什么想法呢？快点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不会再错过我的最新影片咯。快点分享给你同样热爱 Roblox 的朋友，知道吧？我是克拉克，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